大家晚上好啊！我们先迅速看一下比特币的行情，它跟白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啊，但是有一点，想必大家伙儿都疑问，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，它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？实际上这个位置非常关键啊！我们从大的4小时周期看一下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位置是哪儿？这个位置是上升通道的中轨稍稍上方一点，站住以后上去的中轨上方，42000是中轨线，然后上去达到斐波那契 0.5 的位置。然后这个还是哪儿？上升通道，上升趋势线这个位置。还有，假设它是一个 A、B、C 的反弹调整，那斐波那契扩展它是多少？低点、高点调整，它刚好走到不到2的位置，差不多是这个位置。然后整个这一个下降的斐波那契 0.5 的位置，所以说像这种尴尬的位置一定是让很多人都疯狂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其实挺简单，就是等。我反复在说这个字儿等，反复在说别着急，一定要沉住气。原因就是在这儿，这种地方肯定是变盘的转折点，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往哪儿做比较胜率获利的机会会大，还不确定。因为我反复在强调什么，月底月线还没有收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耐心的等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CME 期货，CME 期货的价格现在也是大概高了400刀的价钱。你看这个也能看出来，也是上升趋势线。上午我说已经突破了，但是很容易回踩不住再掉下来，都有可能。它是怎么样？掉下来然后又上来，这种纠缠的地带，也就是没有方向的地带，所以咱们还是需要耐心等。但是短线呢，这个位置如果你非要做短线，可以尝试开空，短止损，盈亏比非常好。然后第一站这儿，第二站这儿，如果真要是破位了，那这儿给的概率就会加大。那我们再看一下 A 股啊，这两天大 A 的指数很吓人啊。上周我说过，周线收好了，就大概率会这个季度第一季度会有不错的一个行情，但是没想到啊，周一周二才2天时间，这又会跌。这样的话就非常难说，很恐怖啊。所以说资本市场就是这样，没有你绝对会涨或者是绝对会跌这种理由想法，千万不能有，一定要怎么样，有2手打算。沪深300它也是这样，它甚至破了下降趋势线，然后试图好像踩住了一样，
但没想到还是掉下来。如果再破位，无法想象啊，挺可怕。那今天呢，盘面基本上也就是这样，咱们只能是观望。短期做空可以做，如果想做短期做多，踩上去再做，或者是掉下来回踩这个成交量密集区，然后短止损同样可以开多。长线的需要还是继续观望月线收线，然后再做决定。那今天晚上呢，再聊一聊什么？聊一聊我这一路学习交易，然后慢慢从资本市场开始稳定获利的过程当中，写我的交易日志，然后有了一些非常好的总结。这是2年前的总结啊，但是身为华人圈，中国内地土生土长，然后长大受教育，感觉某种程度上啊，我们华人圈还是很有优势的。这么讲，我们中华文明啊，华夏文明吧，有很多底层的逻辑是非常有助于交易获利的。你的底色基因里头就有这些东西，只是你没有被发掘，没有被发现而已。你像资本市场这里头所有的一切，无论是 K 线还是指标、数据、财报，这一系列所有的东西都是西方的所谓现代科学经济学里头的产物。但实际上这一切的背后是谁在运作这个市场，在左右这个市场？实际上是人啊，还是以人为本。那以人为本，我们想在这儿通过一买一卖想获利，尽量不赔钱，怎么做到？你首先得知道什么？这一场游戏里头的法律法规，它的规则规律到底是什么？看起来一买一卖谁都会，但是这里头你怎么做才能可以获利？所以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法。何为法？人与人的关系，也就是说市场当中多空博弈的法则，对交易者来讲也就是交易法则。大盘的基本面、表层数据、各项指标、过去式，也就是过去的 K 线整理总结，然后行进惯性的概率预判，这个就叫法，也就是 K 线分析，这些都属于法则。那好，这个法则，中国法家治理的国家这么些年，好几千年了啊，每个人都根深蒂固的知道有规矩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那么好，你进到资本市场，无论是炒股还是炒币，你不了解这里的规则，你怎么有赚钱的保障？何谈赚钱？基本上没有可能性啊。所以大家伙应该，无论是业余玩还是职业想多赚钱，一定要先把这个规则底层的逻辑弄清楚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道。什么叫道呢？说的玄一点，但实际上一点都不玄啊。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说白了是你跟这个眼下的世道，也就是整个市场政经局势、市场的情绪，还有你对立面所有的大众交易者的心理情绪，然后主力的意图，随行复杂系市场合力形成的自然规律，
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周期，然后大事顺着周期顺势而为，这个就叫道。那你想一想，你是怎么做的？这个大的周期，你有没有踏对？很难保质保量的踏准啊，非常难。前天我应该说过李笑来的那本书的时候，我也讲过，随随便便一招鲜，怎么可能踏准这个周期？很难，非常难，它是非常复合系的一个问题。你想一下是一招鲜，通过什么秘诀，那是不太可能的。还有最后，实际上上边这个法道不见得多么复杂多么难，因为这些都是什么客观的东西，你按照客观的东西客观的条件服从做就可以了。但最难做的是什么？佛。那何为佛？就是你自己跟自己的关系，个人修行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像这种位置，一会儿你觉得做多，一会儿你又觉得做空，一会儿止损，一会儿你又加仓。然后我在这儿借用一个小故事、小典故。记得有人就问一个和尚，这个树叶秋天掉下来，它是因为自己树叶的重量掉下来的，还是因为风吹下来的？然后这位高僧怎么讲？是你的心在动。什么意思？你认为它是树叶的重量掉下来的，就是树叶的重量掉下来的；你认为它是风吹下来的，就是风吹下来的。同样回到 K 线也一样，你认为它是因为什么涨上去的，它就是因为什么涨上去；你认为不是因为什么掉下来的，它就是因为什么掉下来的。是你的心一直在变，它该怎么走就怎么走。所以我经常说什么不用盯盘，用不着盯盘。我看盘不是盯盘，是研究，研究里边的概率，高概率出现的机会，还有它关键位一般都在哪儿。研究的是这个，而不是观察它 K 线它是上去还是下来。这个不重要啊，但是由于人性使然，他就是愿意盯盘。你即便知道你左右不了市场的方向，但是你还会密切的关注，上厕所、洗澡、吃饭，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想看着它，因为你是人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说，克制自己不利于交易的本能反应。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昨天我也讲过，但这种你想交易获利，需要刻意的反人性训练，智慧一点的去做，你就不会觉得太痛苦。但是你要逆着人性，反人性、反人类的去强迫着自己，你会很痛苦啊，这是我的经验啊。我这两天我说过，本频道所有的言论都将成为您的投资建议，但是不是说方向，而是我的交易方法论。该止损止损，该减仓减仓，整体全局的思维去考虑运营你的账户，然后做长的波动周期，不要做短线，不要用高杠杆。杠杆可以用，但是你得会用，慢慢我都会分享给大家。所以说回过头我们想一想，身为中华儿女啊，
无论是国内的，还是台湾、香港，还有新加坡等等这些华人基因的朋友，都有这些东西刻在骨子里，刻在基因里。西方人、欧美人唯一一本书，实际上就是艾瑞特波动的波浪理论。原来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宇宙法则。除了这一本全是现代科学，所谓现代经济学的这种数据，非常呆板，非常教条，但那么多人为什么拿着那些书他就赚不到钱？但反而包括我认识的顶级的交易员，赚很多钱的职业交易员，为什么人家把艾瑞特波动这种唯一可以跟东方文明相媲美的，无论是周易、易经、八卦，有阴它就有阳，有阳线它就有阴线，这种东西唯一可以相媲美的只有艾瑞特波动。那么好，中华儿女本身骨子里就刻着这些基因，你是有优势的。我最近跟一些老外聊天，也经常聊到，他们经常会用一句简单的什么孙子兵法，只打能打赢的仗，不打无准备的仗。做短期交易、长线交易都是一样的啊，人家老外都在运用，而且运用的都是非常小儿科，我们小的时候就背诵的那些东西。但是我想问，你在交易的时候有没有应用我们从骨子里从小就有的这种好的品质？想必好多人应该是没有的。所以说你在这个资本市场想轻松赚钱肯定是不容易的，然后你会把大量的时间扔到这个学习，找各种大 V 大神分析 K 线上。我负责任的讲，我这些年几乎把市面上能看到的相关 K 线分析、相关交易的国内国外的书籍几乎都看个遍，而且怎么样？而且全部都运用到实盘验证当中，然后最终才梳理最近我在网络上分享的这些干货。所以我才有自信，什么所有的博主都会讲，本频道的言论不构成您的投资建议，只当参考。我不是啊，我所有的言论就是会成为你的投资建议，但是切记一定要从头到尾听清楚，我没有废话，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有价值的。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有耐心，把每一句话逐字的听清楚，理解清楚。有什么想法疑问都可以给我留言啊。这个是我2年前22年3月21日傍晚18点12分总结的。实际上有一些东西现在的想法跟这上边稍微还有一些区别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学习交易过程当中一定怎么样，耐心的慢慢的，钱不是一天赚的。希望大家交易顺利啊。好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明天见。